去美国照张相，我做外交。哇塞，如果以89的标准来看，那钟明轩到中国大陆去玩了这么多趟，岂不是两岸和平大使？这是很典型的网红操作嘛。他搞不好心里面很想成为钟明轩第二，扩张第一，你起码也能蹭点流量。人家红10分，我们红了1/10，也比他原来红嘛。所以这个89可悲可悲。陆生团来谈说一定要惩罚他们，可是现在没有下文呢。民进党真蠢啊！陆委会哪壶不开提哪壶，来的这一群年轻人，个个都被民进党的高度关注跟反向作业弄得要红特红。所以民进党抗中保台入境依赖是笑的。只要有正常大脑的人都知道，民进党的这些人就是胡扯嘛。这个东西简直垃圾还垃圾，永远都看这个看不腻吗？89国民党的本土派私下跟他们接洽，痛骂高层舔共，看到他的影片都很舒服。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沦落到因为他的立场符合某些人的立场，就连素质你都不用管。米兰郎之前去大陆发展，他个人碰到问题混不下去了，回到台湾来言行批变。89声称他要去联合国演讲，结果被踢爆，他只是受邀参加民间的活动，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立场不同没关系，政治想法不同没关系，但是我们做人要有素质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89去打钟明轩，他有去向馆长说要叫他多读书，因为呢他去美国照张相，我做外交了。哇塞，如果以89的标准来看的话，那钟明轩岂不是太伟大了？到中国大陆去玩耍，玩了这么多趟，他简直是两岸和平大使啊！我看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都要颁给他了。所以这个89很好笑吧？他流量高，他搞不好心里面很想成为钟明轩第二呢。他本来以为钟明轩会因为这个摔死啊，结果没有想到钟明轩因为这样大红特红。没关系嘛，我们不能成为第一，我们就成为第二，就跟第一泼脏水，我们起码也能蹭点流量。这是很典型的网红操作嘛。人家红10分，我们红个1/10，也比他原来红嘛。可悲可悲。所以我想从上到下可谓一致，风行草偃。赖清德喜欢玩这种，所以他现在下面人，包括他现在这些绿色侧翼的网红，全部都是自吹自擂，自以为很厉害的。黔如技穷，变不出什么样的把戏。民进党的网军永远就只有这么一招，毫无限度的违背事实，抹黑、栽赃、恶言相向，然后把自己捧上天。你讲久了，现在什么年代了，大家在网络上面什么样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得到，除非他一厢情愿的想要相信民进党的鬼话，否则的话，你只要有正常大脑的人都知道，民进党的这些人就是胡扯嘛。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比垃圾还垃圾呗。永远就看这个看不腻吗？我想到上一次陆生团来台湾之后，当时说一定要惩罚他们，可是现在没有下文哎。哎，无理取闹啊，在舆论上觉得占不到任何的便宜。来的这一群年轻人，个个都被民进党的这种高度关注跟反向作业弄得一个大红特红。所以民进党真蠢啊，就像钟明轩一样嘛。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绿色侧翼这些蠢蛋去出征的话，钟明轩也不至于这么红啊。民进党本质是经纪公司兼行销公司，陆委会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像王定宇去打刘德华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去打压刘德华呢？那你今天刘德华有今天的粉丝，有今天的成就，难道人家是假的吗？那你现在周杰伦来了，民进党为什么不敢碰他了呢？其实民进党现在很矛盾，交流这件事对他们来讲是有伤害，可是扼杀交流这件事情对于社会的观感是不好的，因为民进党透过打击交流这件事情可以赚到抗中保台的票，可是让抗中保台结果这么多年的烧失效了。因为民进党的很多的设定都已经是非常陈旧的，而今天的中国大陆不是吃榨菜都吃不起，更不是高铁没靠背。今天的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在基础建设上面是非常非常进步的，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国。第二，他连软实力都这么的强，已经不是民进党所设定的人设了。城市论坛不可能去碰到任何的安全问题，国防军事、国家主权嘛。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各个城市各有不同的特色专长，那跟台湾做各种方面的交流，这不是很好吗？你老是拿过去又酸又臭的意识形态来阻碍各种可以带来未来想象进步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那民进党就一天到晚只会卖这个芒果干，年轻人就更应该多见见世面，不要老是这么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啊，才不会让台湾变成一个固步自封的孤岛。对，所以其实民进党入境依赖太深，即便赖清德面对蔡英文执政的包袱，他也可以以40%的少数总统取得政权，所以使得民进党永远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可是他真的能够一直这样下去取胜吗？恐怕好日子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吧。89他竟然说他跟陈柏惟两人单枪匹马直打中共统战内部，承受中共反击，还有在台协力者围剿。国民党的本土派私下跟他们接洽，痛骂高层舔共，看到
到他的影片都很舒服。问题是，你讲话了多少实践？你怎么看这件事？米兰郎之前去大陆发展，他个人碰到问题混不下去了，所以他回到台湾来，言行批变。巴炯声称他受邀去联合国演讲，结果被踢爆，他只是受邀参加民间的活动，去参观国会。他现在在吹嘘国民党很多基层去找他靠北高层，说欣赏他的影片。那好，请问你哪些本土派，请你讲出名字出来。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沦落到因为他的立场符合某些人的立场，就连素质你都不用管，你搞台独你也要有素质高一点的，像林濁水大师，你至少找这种正派的人出来嘛。你找一些讲话变来变去，在大陆又有私人纠纷，结果现在逃回台湾之后言行马上改变，他们就立刻被捧为英雄人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立场不同没关系，政治想法不同没关系，但是我们做人要有素质啊，怎么可以讲话变来变去？像这样的人讲话你还相信吗？当然他们会攻击我们每一个去大陆交流都是样板啊，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样板啊。事实上样板也有层次之分。米兰郎最大的状况，他是一个被对岸给放弃的样板，这一种连对岸都混不下去的样板，变成青鸟的宝，大家搞清楚好不好？我就说青鸟你也不要鸟不择食嘛，黑熊你也不要什么狗熊都收嘛，你吸收这个龙要干嘛呢？第二个，巴炯到处出征攻击，为什么越打效果越差？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可是200万至于全台湾人口又是多少？而且当中还有很多是海外反中反华分子，就大陆所谓恨国党的，真的不用担心，他们经营社群方法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先有青鸟这群人，才有巴炯这种人来赚他的流量。他只会做中共主题嘛，但这些人就是要看中共主题。他有一天他不做中共主题的时候，他流量就小很多了嘛。你看他做这种流记拍啊，整个流量就次于他反共的舔共的这种内容少了去了嘛。所以大家了解到这个才是这整个事情的核心。那现在巴炯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奥叉叉给统个林志坚死在什么上面？他就不是那块料，他硬要说他是中华大学台大双硕士。你今天什么程度你自己很清楚，你硬要装中州科大最高分入学，现在要讲这些东西，你只会被人家看破手脚，还去笑馆长没学历。那馆长是海军陆战队士官，你怎么比？人家抗中保台，你赢得过他吗？馆长连3Q 哥都说了，3Q 哥被青鸟出周一扣他翻了。为什么？是先有青鸟群众，才有像3Q、像巴炯、像闽南郎这种人来去接近这种群体，然后赚这个流量。所以这个才是事情的本质。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真的很认真讲，赖清德总统要思考一下，两岸交流对你到底是什么意义？你今天如果不要两岸交流，未来这几年两岸的突发状况你能够处理吗？你难道一有状况就全部推给在野党吗？我觉得这个不行。我呼吁赖清德总统啊，据说你私下也有说你是支持交流的，请你公开站出来讲说你支持交流，而且只要是政府核准同意来台的，你要求全党不能够再做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包含像我们的陆生团、双城论坛都是核准之后，侧翼、网军、民进党政客全部发动攻击，请你亲自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下令，要求你的党员跟你的侧翼，既然交流团是政府核准的，请他们来，不要再叽叽喳喳。如果你还是用一面念经一面摸什么代表说你心里面想的并不是交流。